2025年到底会发生什么？近年来，不少预言纷纷把这个年份描绘成多灾多难的一年。从古老文明的神秘传说到近代预言家的具体描述，似乎都在暗示那一年将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比如，玛雅文明以精准历法著称，他们的长纪历在2012年结束时曾引发世界末日的恐慌。虽然后来世界并未毁灭，但有人提出，这可能是我们对玛雅预言的误读。玛雅人相信时间是循环的，世界经历过多次创世与毁灭的轮回，传说地球已经有4个时代的文明被毁灭，如今的人类只是处在第5个时代的文明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玛雅历法的一个大周期结束后，或许并非立刻世界末日，而是进入新周期的过渡。而有阴谋论者进一步揣测，也许2012年并非真正的节点，真正的大灾难可能落在2025年前后。除了玛雅预言，近代著名的预言家也纷纷对2025年发出警告。16世纪法国的占星家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一书中记录了千百条预言。据传，他成功预言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法国大革命、希特勒的崛起，甚至据说还描述过1999年的恐怖大王降临。然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有人解读诺查丹马斯的诗句，发现他对2025年前后也有惊人的暗示。诺查丹马斯提到，欧洲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新的大战将在欧洲爆发。他预言欧洲的势力将卷入一场残酷的战争，更可怕的是，古老的瘟疫也会同时爆发。战争与疫病双管齐下，欧洲将遭受比战争本身更严重的威胁，甚至会有一个帝国就此毁灭。听上去仿佛中世纪的黑死病和世界大战结合再现，而时间指向的正是2025年前后。难道在那一年，欧洲真的会成为世界灾难的中心？再看看20世纪末的神秘人物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已故的保加利亚盲人预言家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他曾准确预测苏联解体、911事件等重大历史转折。据说巴巴万加也对2025年有所预言，他警告说2025年将迎来全球性的剧烈地震和一场毁灭性的欧洲大战。也就是说，大自然与人类冲突双重危机都会在这一年爆发。传言中，他形容欧洲将陷入一场灾难性战争，导致欧洲大陆人口锐减，几乎变成一片空荡荡的土地。同时，世界各地的地质灾害频发，长期沉眠的火山突然喷发，美国等地也将遭遇更多毁灭性自然事件。据说，巴巴万加曾经提醒，一旦叙利亚的局势走向终结，东西方的大决战就要到来。如今叙利亚内战早已接近尾声，这番话让许多人不寒而栗地联想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巴巴万加的预言成真，那么2025年的人类可真要同时面对战火和天灾的严峻考验了。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现代预言家也把目光聚焦在2025年上。在日本，一位漫画家龙树亮因为在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中神奇预测了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而声名大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他在书中还画出了2025年发生更大灾难的景象。日本近海不断冒泡，海面上出现2条巨龙翻腾，紧接着便是剧烈的地震和高达40米的超大海啸袭击沿岸，而这一切发生的日期被精确地标注为2025年7月5日清晨。如此具体的末日场景描述，让很多人不禁开始怀疑，难道真有什么超自然力量在通过梦境向我们发出警告？同样，印度有位被媒体称为神童占星师的少年阿南德，这些年也以大胆的全球预测引发关注。据报道，他曾预言2025年上半年在亚洲的南海区域会发生3件大事，首先是可能爆发区域冲突，其次是严重的天灾，再来是堪比种族灭绝的可怕事件。他依据占星推算认为，2024年底到2025年上半年，由于土星与月亮北交点的特定相会，水域相关的地区将出现灾难，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南海一带。这听起来相当玄乎，但凑巧的是，就在最近，日本权威专家也多次警告要防范南海海槽的大地震风险，认为未来30年日本发生特大地震的概率高达 80%。连台湾的地震专家也分析称，
该区域未来发生8级以上强震，并引发毁灭性海啸的可能性极高。当民间预言与科学评估不谋而合时，不由得让人觉得背后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历史走向那个危险的年份。综合来看，从玛雅长老到欧洲先知，再到现代的各种灵媒、占星师，似乎大家都对2025年前后怀有强烈的不祥预感。有人也许会说，这些预言听多了无非是巧合与夸张，但历数过去，许多预言家却有过惊人的准确预测，这让我们不得不半信半疑地想，难道真的有什么规律或信息被这些不同时代不相干的人共同捕捉到了？又或者这只是人类集体对未来未知的恐惧投射？2025年很快就要到来，我们或许不用等太久就能知道这些预言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真有预示。然而在真正揭晓之前，我们不妨再深入探讨一下，在预言之外，科学和历史中是否也藏着某种对应的末日循环？预言家的话或许虚无缥缈，但地质学研究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科学家已经确认，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重大的灾变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物种大灭绝和环境巨变。过去的100多年里，地质学界对于灾变的态度发生了有趣的转变。19世纪时，主流科学家坚信均变论，认为地球变化是缓慢而连续的，一切地质过程都像蜗牛爬行般渐进，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20世纪中叶以后，越来越多证据浮出水面，显示地球曾经历剧烈而快速的灾难，例如小行星撞击和超级火山喷发等。这些发现迫使科学家承认，灾变也是塑造地球历史的重要力量。可是，有些更加大胆的灾变理论却似乎被主流学界所忽视，甚至刻意冷淡，仿佛其中隐藏着不愿示人的秘密。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观点是地质灾变的周期性循环理论。简而言之，这种理论认为地球上的大灾难并非随机发生，而是以某种周期在重复上演，就像大自然设定的闹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一次。在这方面，地磁反转是经常被讨论的现象之一。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磁石，两极磁场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偶尔翻转，也就是南北磁极对调。科学家通过分析火山岩中的磁性物质，确定了地磁反转曾多次发生，最近的一次大约在78万年前，再往前还有多次。这些反转通常隔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才出现一次，不过也发现过短暂的地磁偏移事件，例如4万多年前曾发生过一次磁场剧烈减弱和变化的事件。有趣的是，每当地磁场发生大变化的地质时期，地球环境往往经历动荡，比如气候异常和生物的快速演替。有人猜想，地磁翻转可能与环境灾难相伴相生。想象一下，如果地球临时失去了磁场的保护，太阳和宇宙的有害射线将直扑地表，电网瘫痪，通讯中断，全球的生物都会受到强烈辐射的冲击。不过主流科学观点认为，地磁反转虽然会使磁场削弱，但并不会让地球瞬间失去屏障，大气层依然能挡住大部分辐射。因此，地磁倒转带来的影响也许没有灾难电影里演的那么夸张，只是对科技文明会造成一些麻烦。然而，在民间的末日理论中，地磁反转往往被渲染成世界末日的开端，天空会出现奇异的极光，大地迷失磁性的方向，接着地震、火山齐发，甚至地球自转都可能失衡。这些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当我们回顾地质史，的确不乏曾经发生巨大变革的痕迹。除了磁场翻转，更激进的循环灾变理论是所谓地壳翻转或地轴倾斜巨变。这种理论认为，地球表面的整个地壳会在某些时刻突然整体移动，造成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詹尔斯·哈普古德曾提出地壳位移假说。他指出，地球外层的地壳可能会偶尔松动滑动，相对地轴发生大幅位移。例如，现在的南极洲可能并不总是在地理南极的位置。如果地壳发生位移，原本温暖的大陆可能被移到极地瞬间冻结，而某些冰封之地则会移向温带解冻。哈普古德甚至找到一张16世纪土耳其海军上校绘制的
皮瑞雷斯地图，上面清晰描绘了没有冰覆盖的南极海岸线。这张地图与现代科学家在南极冰层下探测出的海岸线形状惊人吻合，这让人怀疑远古时期南极或许不在现在的位置，曾经是温暖宜居的陆地。爱因斯坦当年也对哈普古德的理论颇感兴趣，还亲自为他的著作作序。然而，这种惊世骇俗的学说在当时并未被地质学界主流接受。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大陆板块移动是极其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像假说描述的那样在短时间内剧烈漂移。尽管如此，一些研究灾变循环的人继续发展了这些想法。其中一本广为人知的奇书名为《亚当与夏娃的故事》，据称作者曾是美军工程师。这本书在1965年出版后不久即被美国 CIA 列为禁书，直到50年后才解密公开。这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让很多阴谋论爱好者坚信书中一定揭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末日秘密。书中提出，每隔数千年，地球就会经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而元凶正是突然的地壳翻转。不同于地磁翻转那种无形的磁场变化，地壳翻转指的是地球表面的陆地、海洋和地壳整体突然移动位置。例如南北极可能在几小时之内移动到赤道，原来的赤道地区被甩到两极。想象那将是何等震撼的场景，极夜与极昼瞬间转换，海洋被甩出盆地，形成铺天盖地的超级海啸，以每小时上千公里的速度横扫大陆，大气层和海水一起移动，引发前所未有的狂风暴雨，火山地震同时爆发，整颗星球就像被猛力摇晃的雪球，陷入连续6天的黑暗混乱。等到风暴平息时，南极冰盖和格陵兰的冰原已经跑到赤道附近绕地球一圈，大部分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只剩极少数幸存者退回茹毛饮血的时代。这听起来完全像是一部好莱坞末日大片的情节，但书的作者一本正经地表示，这不是虚构小说，而是对下一次地球浩劫场景的科学推演。他的语气笃定得让人心里发毛。虽然主流科学家对这种急速地壳翻转理论大都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板块构造理论，地壳运动需要以100万年计的时尺度，但也有学者提出折中的可能，也许并非整个地壳乱跑，而是地轴倾斜度会发生变化或极移，引起连锁反应。无论如何，地质学界普遍承认地球历史上确实出现过短期内巨变的证据。例如，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气候突然从冰河期转向温暖，海平面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上升了数十米，淹没了沿海大片土地。这正是上个冰期结束的时期，学界称之为新仙女木事件。有人猜测是彗星碎片撞击导致了当时的巨变。不管触发机制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地球会不时地清零一下进度条，可能是几十万年一遇的天体撞击，可能是几万年一次的冰期更替，也可能是几千年一次的火山超级喷发。当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地质时间尺度，人类文明不过是沧海一粟。这样想来，各种周期性的末日理论虽然听起来惊悚，但并非全无依据。倘若地球真有个重启按钮，每隔一段时间就按下让文明归零，那么预言家们所谓的2025年灾难很可能只是他们对这一自然周期的敏感察觉，而科学家们或许早已在地质记录中读出了端倪，只是一直谨慎的没有明确宣扬这种可怕的循环。如果地球真的经历过多次文明大清洗，那么人类历史和传说中应该留有一些蛛丝马迹。许多古老文明都流传着大洪水和大毁灭的故事，这些传说会不会就是对上一次灾难的模糊记忆？让我们盘点几个著名的例子：亚特兰蒂斯、苏美尔以及其他文明的神秘崩溃。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传说中高度发达却突然消失的亚特兰蒂斯文明。这个名字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他描述了一块富饶的大陆，有着先进的文明和宏伟的城市，但在一次可怕的灾难中，这块大陆在1天1夜之间沉入了大海。亚特兰蒂斯故事被认为是神话，但也有不少人深信这是真实的史前文明记录，只不过关于它的证据随着它的沉没一起埋入海底。令人玩味的是，
柏拉图提到亚特兰蒂斯覆灭的时间大约是在9000多年前，换算到今天约11500年前，这几乎和上一次冰河期结束的时间吻合。在那个年代，地球经历了剧烈的气候变迁，冰川消融，海平面快速上升。科学发现表明，大约12000年前，海水吞没了沿海的土地，不少低洼岛屿消失在汪洋中。如果真的存在过一个史前海洋文明，在那次大洪水中覆灭，也并非不可能。有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的近海水下发现一些可疑的遗迹，例如在地中海、西班牙附近、小亚细亚沿岸都有被淤泥覆盖的古城迹象。在日本与台湾之间的海域以及印度西海岸的海底，也发现了类似人工构造般的巨石遗迹。这些发现往往被官方解释为天然形成，但爱好者们则津津乐道地将其与亚特兰蒂斯联系起来。更有甚者，如前文提到的学者哈普古德和作家葛瑞姆·汉卡克推测，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可能就在如今冰封的南极洲之下，因为如果地壳位移发生过，南极洲曾经位于温暖纬度，那么在那里孕育文明，并在巨变中冰封，也是符合逻辑的。虽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不能不说这是个极具想象力的解释。再说苏美尔文明，这是历史上公认的人类最早文明之一，大约出现在6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建立了城市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记载了一场毁灭世界的洪水，主角乌塔纳匹什提姆造香洲幸存。让人惊讶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考古挖掘中，确实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一层洪水沉积物，证实当地曾发生过严重泛滥。这让不少人联想到苏美尔的洪水传说可能有真实事件为基础，而按照某些灾变周期理论推算，距今5、6千年前正是上一次较小型全球灾难的时间。有学者如禅托马斯就认为，约6500年前曾发生过地轴轻微翻转或地壳变动，引发大洪水。如果那次灾难波及全球，那么古埃及、苏美尔、印度和文明的洪水神话都可以看作是对同一事件的记忆。也就是说，苏美尔文明可能不是凭空消失，而是在洪水灾难后元气大伤，被后来的阿卡德人所取代。甚至有人猜测，苏美尔的出现本身就是在上一轮文明毁灭后的重建，就像洪水之后重新播下的种子。除了亚特兰蒂斯和苏美尔，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古文明的突然衰落，比如南亚的摩亨、佐达罗等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突然灭亡。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气候巨变所致，但也有离奇的理论，称那里发现了类似原子弹爆炸后的遗迹，暗示当时发生了可怕的灾难或战争。再比如，美洲的玛雅文明在公元9世纪迅速崩溃，从繁荣的城邦时代突然陷入荒芜。科学调查发现，当时中美洲经历了数十年的严重干旱，可能是导致玛雅文明崩溃的主要原因。气候的剧烈变化就像死神的镰刀，瞬间割断了文明的命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罗马帝国的灭亡伴随着饥荒和瘟疫，明朝崩溃前，中国也遭遇了小冰期导致的连年饥荒和瘟疫横行。历史学家往往从社会内部因素解释文明的兴衰，但自然环境的变化往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难怪有一种假说认为，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一场清洗式的打击，让过于膨胀的人类重新谦卑下来。这听起来有点宿命论的意味，却与世界各地的神话不谋而合。众神一次又一次毁灭人类，再重新塑造新人类。尤其耐人寻味的是玛雅和阿兹特克等中美洲文明的宇宙观，他们认为人类世界经历了多次创造与毁灭的循环。阿兹特克神话中有5个太阳的传说，前面4个太阳时代的人类分别因为洪水、火灾、风暴和猛兽而毁灭。如今我们活在第5个太阳时代。据玛雅的记载，前几个时代可能对应根达亚、美索不达米亚、穆里亚和亚特兰蒂斯4次文明。例如，据一些未证实的传闻，第一文明根达亚文明据说出现在距今3亿年前，当时的人身高只有1米左右，
却拥有第三只眼和超能力，最终被一场全球洪水所灭。第二次文明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传说由上一代幸存者迁居南极所建立，后来不知所终。第三次是穆里亚文明，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姆大陆或利莫里亚文明，它们位于太平洋中的岛屿上，最后岛屿下沉入海。第四次文明便是亚特兰蒂斯，离我们最近也最有名。传说他们和穆里亚文明还有过大战，最后亚特兰蒂斯在大地震中沉没。这些听起来更像神话小说的故事，自然无从考证。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和各地神话的大洪水、沉岛传说可以对应上，而时间跨度又远超现代考古所认知的人类文明史。要么这些都是后世杜撰的奇幻传说，要么就暗示着在人类已知历史之前，还曾有过辉煌的文明被彻底抹去，连考古学家都几乎找不到痕迹。如果真是后者，那么地球文明的确可能已经多次轮回，我们现在不过是又一次轮回中的文明而已。一旦大灾降临，我们引以为傲的高楼和科技，也许会和亚特兰蒂斯的水晶神庙一样烟消云散，留给下一个文明去当传说评说。谈了这么多古老的传说和理论，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当下，有没有什么现今存在的危险迹象，让这些末日预测听上去不只是捕风捉影？环顾我们周围，地球的气候与环境正在发生快速而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更多是由人类活动引起，但它们本身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风险，甚至加剧自然灾变的威力。首先是全球气候变暖。过去1个多世纪，地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冰川和2级冰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融化，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的冰层加速崩解，海平面逐年上升。如果格陵兰和南极的陆地冰大规模滑入海洋，海平面将在短时间内暴涨，沿海的大城市都会被淹没。这可不是什么上古传说，而是实实在在被观测到的趋势。科学家警告说，本世纪内海平面可能上升数米，将上亿人口赶离海岸线。而更可怕的是，如果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南极冰盖整体失稳，那就几乎相当于现代版的大洪水降临人间。别忘了，人类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几乎都沿海而建，一旦海洋倒灌，这对文明的打击程度不会逊色于任何古代神话中的灭世洪水。气候变化还带来了极端天气的频发。近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创纪录的热浪、超强台风、毁灭性洪水和野火肆虐各大洲。高温干旱引发粮食减产、森林大火，过于温暖的海洋滋养出前所未有威力的飓风和台风。大气环流的不稳定让某些地区洪水泛滥成灾，另一些地区却持续干旱沙化。有人把这一系列现象称为气候危机或者人造末日的前奏。虽然这是人类自身行为酿成的苦果，但自然可不会顾念我们的后悔。当气候系统被推向临界点，可能会发生所谓临界跃迁，比如亚马逊雨林大面积枯死、永久冻土融化、释放海量温室气体、海洋洋流停滞等等。一旦这些临界点被触发，气候将急剧跳变到全新的极端状态，届时人类将手足无措。想象一下，如果北大西洋暖流停止，欧洲可能在几十年内重新进入小冰期。如果西伯利亚永冻土融化，释放出埋藏的钾，完全球升温将愈发失控，热带地区可能变得无法居住。如果南极冰崩导致海平面急升，那么今日的纽约、上海、东京都将变成传说中的海底之城。如此种种场景，无需超自然力干预，光靠我们当前的环境趋势就足以实现，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除了气候、地质环境方面，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现代科技能够侦测火山和地震的活动，但仍无法阻止灾害发生。环顾全球，有几座超级火山让科学家特别忧虑，例如美国黄石火山、意大利坎皮佛莱格瑞火山等。黄石火山过去曾多次喷发，每次都在地质史上留下灭绝性的痕迹。最近的一次黄石超级喷发距今约64万年，而统计显示，这样的喷发平均每隔60万年至70万年会发生一次。这意味着黄石似乎已经进入了超期服役状态。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它何时爆发，但万一就在不久的将来重演，其威力将远超普通火山。
数千立方公里的火山灰会被抛向平流层，遮天蔽日，造成全球气温骤降，农作物连年绝收，引发全球性的饥荒和动荡。那情景就像圣经启示录里描述的，太阳变暗，空气中充满硫磺和烟雾，人们在黑暗中哀嚎。难怪有人把黄石称为地球的定时炸弹，我们只能祈祷它继续沉睡。不过科学家也做好了监测准备，一旦它有风吹草动，可能会提前疏散周边居民。然而对于生活在地球另一边的我们来说，超级火山一旦爆发，影响是全球性的，谁也无法真正幸免。再看地震方面，虽然人类历史从未记录过全球同时大地震的情况，但地区性的巨大地震近年来似乎不减反增。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接连发生了几次震惊世界的大震灾难，印度洋9.3级海啸地震、汶川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等等。科学研究表明，地震有簇集效应，板块运动可能在某段时期内积累压力，然后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引发多次强震。当今全球人口比古代稠密太多，一次大地震就足以导致数万人乃至几十万人丧生。如果预言中的灾难要实现，地震绝对是热门候选。就拿前面提到的日本南海海槽来说，历史上平均每100多年就发生一次巨震，上一次是1944年，现在应历又累积了将近80年。地震学家估计未来几十年内那里发生巨震级9级左右地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一旦发生将引发10多米高的海啸冲击日本太平洋沿岸，甚至波及台湾和东南亚海域。如果在2025年前后应验，难免让人浮想联翩，预言成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灰天鹅事件值得一提，比如小行星撞击和太阳风暴。小行星撞击看似几率极低，但历史上恐龙就是毁于6000万年前的一次撞击。现代天文学家持续监测近地小行星轨道，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会在2025年撞击地球的大天体。然而，就在2021年，一颗直径约100多米的小行星在仅距离地球2000公里的地方擦肩而过，事先毫无预警，人类直到它飞走后才发现它来过。这说明我们的天空警戒网并非万无一失，如果真有天外来客冲着我们来，未必能提前知道。诺查丹马斯的信徒就认为他隐晦地提到了命运之星接近地球，或许暗指某个年份会有陨石坠落的大事件。虽然具体年份无从稽考，但他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令人紧张的2025年前后。至于太阳风暴，别忘了我们的文明对电力和网络的依赖。太阳每隔11年左右进入活动高峰，会喷射出巨大的高能粒子流。绝大多数时候，地球磁场帮我们挡下了这些太阳喷嚏，但偶尔巨大的太阳风暴还是可能冲击地球，造成电离层扰动。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记录是1859年的卡林顿事件，当时强磁暴导致电报线路着火。如果类似规模甚至更强的太阳风暴袭击现代社会，高压变压器、电网、卫星导航、通信系统都可能严重受损，大范围停电和通讯中断将发生。想象大城市在长时间断电后会怎样，恐怕社会秩序难以维持。令人担忧的是，下一次太阳活动极大期正是2025年前后。美国太空局 NASA 已多次提醒，需防范强太阳风暴对现代基础设施的冲击。虽然这不是世界末日，但若城市黑暗3日，人们看不到手机信号和 WiFi， 恐怕也够引发不少混乱了。巧合也好，冥冥中自有其事也罢，许多潜在风险偏偏聚集在这个时期，不由得不让人提高警惕。当我们将预言、地质循环、历史教训和现实风险串联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逐渐浮现。这也难怪各种末日论、阴谋论应运而生。在这些观点看来，人类正站在新一轮文明清洗的前夜，而某些掌握更多信息的权威机构和精英阶层早已洞悉了真相，却对公众隐瞒了至少1个世纪。阴谋论者首先质疑的是科学界和政府对于史前文明和灾变线索的态度。他们认为，许多证据其实已经证明，在人类已知历史之前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但这些证据被主流学者有意忽视甚至封存。比如对于亚特兰蒂斯、水下遗迹、巨型古石结构的发现，总有官方声音出来辟谣，为天然形成或普通遗迹。
然而民间研究者反问，难道遍布全球的金字塔和巨石阵背后没有更古老文明知识传播的影子吗？就连埃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也有争议。部分地质学家指出，狮身人面像身上有水蚀痕迹，推测它可能建于1万年前的湿润气候时期，这远早于公认的埃及文明年代。但这个观点遭到考古权威的激烈反对。阴谋论据此揣测，考古学界是不愿承认有比他们认定的更早的文明存在，否则教科书都要改写，于是宁可打压这种不同声音。换句话说，前4次文明大清洗的证据也许就藏在我们脚下的沙土中，只是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更大胆的推测是，政府和科学机构其实掌握了关于下次灾难时间和规模的机密信息，只是对平民三缄其口，自己则悄悄做好准备。有人举出的例子包括全球各国争相在偏远地区建立地下掩体和种子库，比如挪威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号称为了保存地球生物多样性而建的末日种子库，就坐落在北极圈的荒凉山体内，能够抵御核爆和地震洪水。这个种子库于2008年投入使用，正好是在21世纪初末日论盛行的时候完成的，巧合吗？还有美国投入巨资在科罗拉多的山体中改造超级防空洞，以及各国富豪纷纷购买山顶庄园或地下掩体。这些行为在阴谋论者眼里都是末日将近的风向标。精英们早就知情，并在为全局性的灾难保存火种和铺好后路，只有普罗大众被蒙在鼓里，最后关头自生自灭。回顾前文提到的被 CIA 禁封的那本《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在阴谋论界，它几乎成了官方隐瞒末日真相的铁证。大家想象一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何必对一本看似荒诞的末日小说下禁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书中说中了什么不该公开的秘密。结果 CIA 将这本只有区区几百页的小册子列为机密50年，解密后内容被大量涂黑删减，只剩残缺的几十页。这个举动反而更加深了大众的疑虑。书中预测的下一次灾难时间是不是刚好对应当下的时代？会不会就在21世纪中叶之前？一些网传版本甚至断言，作者原本推算人类文明只能撑到21世纪20年代末，如果属实，岂不是和2025年末日不谋而合？虽然官方没有公开任何这方面细节，但不妨大胆猜测一下，也许精英集团掌握的内部研报早就指出地球资源枯竭、气候崩坏或周期性灾变将引发全球性的危机年份。他们当然不会把大众置于恐慌之中，只会暗中协调各国备战备荒。试想，若真有小行星将撞击地球或者超级火山即将喷发的确凿情报，政府会第一时间告诉人民吗？恐怕只会悄悄通知相关部门，准备救援和维稳罢了。阴谋论者甚至把现实中的一些社会现象也解读为末日前兆被故意掩盖的证据。例如，全球各地近年监测到的磁场异常、动物迁徙紊乱等，本可能是地球大变局的早期讯号，但官方往往轻描淡写地解释为正常波动。一些科学论文提到，地磁场近200年来减弱了约 10%， 并在大西洋南部出现了神秘的南大西洋异常区，卫星经过那里时，电子设备会受到干扰。这样的消息让末日论者兴奋不已，认为这是磁极翻转即将到来的征兆。然而主流科学家则安抚说，磁场变化有波动，不见得就是要翻转。到底是科学家过于乐观，还是有所隐瞒？相信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解读。再比如，不知大家是否听过一个叫启示录工程的传闻？网上有传言称，某些超级大国的政府在秘密修建巨大的地下生存基地，配备食物、武器和先进设备，以确保在全球毁灭性灾难下，领导人和少数人能够生存并延续文明火种。美国传说中的51区基地、挪威的种子库、瑞士和俄罗斯的大型地下要塞都被列为此类计划的一部分。当然，这些说法缺乏确凿证据，多数只是小说和电影题材的翻版。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人们之所以相信这些阴谋，是因为历史上确实有政府隐瞒真相的先例。20世纪70年代冷战高峰时期，美国政府就曾秘而不宣地在各大城市下方建防核掩体，甚至连国会议员都不全知情，直到几十年后才被媒体曝光。因此，
当有人说某某政府已经在为全球灾变做准备时，普通老百姓往往也无法完全置之一笑，总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然，也要看到另一面，有时候阴谋论大行其道，恰恰说明我们人类对自身脆弱性的焦虑，相信真相被隐藏，反而比相信无人知晓未来更让人有安全感。因为至少在阴谋论的叙事里，有人掌控全局，有计划地面对危机。相反，如果真的什么阴谋都没有，那可能更可怕，意味着我们整体对未来的灾难是无准备的。因此，许多人宁可信其有，相信背后有高人运筹帷幄，也好过觉得自己是一只在风暴前茫然的蚂蚁。面对以上横跨预言、科学、历史、现实的种种信息，我们不禁要问，2025年究竟会不会是文明的终点站？亦或这一切只是我们人类丰富想象力所构建的宏大叙事，一场巧合与误读交织的虚惊？或许答案要等到那个年份真正到来才能揭晓。历史上类似的末日预言其实屡见不鲜，比如千禧年之际，大大小小所谓世界末日的日子，我们早已过了不少次，每一次最终都被证明只是虚惊一场。但是每一次虚惊之中，又往往推动着人类去反思我们的文明与生存状态。当年2012年的玛雅日历末日论引发了全球范围对环境、天文和古文明的兴趣热潮，这未尝不是好事。如今2025年被这么多传言所缠绕，我们大可以将信将疑，但也可以以此为契机，更认真地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也许预言家并非真的看到未来，而是我们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读出了内心的恐惧和期望。也许地质灾变循环并没有严格的钟摆节奏，但正如俗语所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相似。文明的发展总会遭遇挑战，与其纠结末日是否在2025年，不如问问自己，如果明天真的一切归零，我们是否无怨无悔地度过了人生？这一想倒是能给浮躁的生活增添一份珍惜当下的意味呢。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未雨绸缪，而非坐以待毙。就算没有超自然的毁灭性灾难，人类目前面临的气候变迁、生态危机、地缘冲突等等问题也足够严峻，处理不好同样可能让我们陷入全球性的危机。换而言之，世界末日并非只有小行星撞击或地壳翻转那样的戏剧性形式，它完全可能以一场持续的环境恶化或全球体系崩溃的方式慢慢铺开，而我们就在其中却浑然不觉。因此，把末日预言当作警钟，督促我们更谨慎地对待地球、对待彼此，或许才是最有意义的解读方式。总而言之，2025年会不会发生大灾难？这个问题的答案尚埋藏在时间的迷雾中。所有预言、理论、传说、织就的图景，既令人心惊，又引人入胜。它就像一个荒诞却发人深省的故事，把我们带入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故事的结局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当2025年真的来临时，希望我们迎接它的方式是既保持一颗警觉之心，又怀抱一种幽默感。正所谓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我们不妨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但也不要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毕竟无论未来几多年月光景，太阳每天仍会照常升起，生命也自会寻找出路。如果真的到了传说中的文明轮回时刻，那就让我们见证历史，携手同行。如果2025年安然度过，那就哈哈一笑，将这些末日预言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管怎样，人类对于末日的想象永远是为了更好的求生。让我们带着对未知的敬畏，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新年吧。2025年也许并不是什么世界尽头，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翻过这一页，我们终将在历史的长卷中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生生不息。这正是文明最迷人的地方。